这位母亲望着小女儿垂泪，小女儿却天真地问她： Pourquoi tu pleures, maman? Tu trouves plus la lune? 母亲重病将死，却不忍心告诉她。 Oui, c'est ça. 没想到，小女孩牵起妈妈的手， On va la trouver. 很多年以后，当小女孩被后妈和爸爸虐待濒死，她一直在想念那个她和妈妈一起去找小鸟的下午。这本是个幸福的一家6口，爸爸老实肯干，妈妈温柔贤惠，还有3个女儿，1个儿子。最近妈妈又怀孕了，可是去丈夫的表妹家做客，却让妈妈心头不安。饭桌上，表妹公然卖弄风骚，丈夫竟然没有拒绝，表妹的丈夫也视而不见。妈妈还看见表妹把自己的儿子关进了猪圈。一问，表妹就说 Il a fallu que je l'enferme dans la grange parce qu'il s'est fait arroser par une bête puante, pauvre. 再问，表妹就说 Mais il aime ça coucher dans la grange, qu'est-ce que tu veux que je te dise? 到了晚上，妈妈和丈夫吐槽，可丈夫却极力维护表妹。 En tout cas, moi je trouve qu'elle a bien du courage. En plus, Napoléon il est pas innocent. 妈妈本以为回了家就没事了，没想到她竟然和表妹丈夫得了一样的病——肺结核。在那个年代，这个病是绝症。女人望着几个孩子，心中无限担忧，而孩子们天真不知愁。甚至2女儿奥若蕾反应过来，哄妈妈开心。 On va la trouver. 终于有一天，女人不得不住进医院。丈夫最开始还是嘘寒问暖，但很快他就再也不来了。直到女人生了孩子，父母送孩子回她家，表妹公然站在女婿身边，还女主人似的伸手去抱孩子。岳父岳母心中有了猜测，可告诉女儿还是一切都好，但女人却猜到了一切，她歇斯底里的尖叫。 为丈夫的背叛，为毒妇进入家门，为她可怜的孩子们。等丈夫终于出现在医院，连女人换了病房也不知道，她已经疯了，还想把带着婚戒的无名指咬掉。丈夫拿着婚戒，故作深情地放在口中亲吻，可下一秒直接变脸，把婚戒扔了回去。他头也不回地离开，毕竟家里有了美艳风情的表妹，只有家里的孩子们一遍遍问爸爸 Maman va-tu revenir? 甚至奥若蕾质问爸爸。 Puis pourquoi c'est ta cousine qui est dans sa chambre? 爸爸恼羞成怒，上去就要打人，幸亏姐姐拦住了爸爸。 Papa, laisse-moi, je vais m'en occuper. 奥若蕾还没有意识到，爸爸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爸爸了。可年纪稍长的姐姐已经意识到了，自从表妹登堂入室，爸爸的一颗心已经偏了。几个孩子的日子越发艰难，奥若蕾只好给妈妈写信。可她学会了报喜不报忧，只是希望妈妈身体健康，只是怀念和妈妈一起抓鸟的时光。而本已发疯的妈妈，在一个深夜摇摇晃晃逃出了医院大门，可是没几步就跌在滂沱大雨中。妈妈死了，手里一直攥着女儿的信，带着无限的爱与担忧，死不瞑目。葬礼现场人人一身黑，可这个女人非要内搭大红裙。葬礼一结束，她连黑外套也扒掉，拉起死者的丈夫当场结婚。同一个牧师，同一个礼堂，葬礼婚礼无缝对接，借助表妹摇身一变，成了下一任女主人。回到家，孩子们还在为失去母亲而伤心，而后妈和爸爸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。不到1年，原配生的孩子，一个吃生土豆中毒死了，一个睡觉盖被子闷死了，幸存的3个也天天挨饿挨打。邻居们时不时就会听到孩子们的惨叫，可别人的家事到底不好插手。这一天，爸爸去商店买3袋煤，店主故意刁难没有，爸爸多番交涉，才最终买到了1袋。可店员递煤也故意扔到了地下，周围人还起哄，大骂爸爸眼瞎，纵容后妈杀害孩子。爸爸觉得丢脸，回家质问后妈，可后妈拿捏的爸爸死死的。Laisse-les faire, ils sont jaloux, c'est tout. 爸爸不知是真信还是不想管，一下沉默了起来。后妈乘胜追击，说起了奥若蕾的坏话，爸爸立刻就信了，还解释奥若蕾是他和妻子酒后乱性的产物，而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怀念前妻的神色，被后妈捕捉，他心中的杀意再一次迸发。奥若蕾。深夜，后妈走进奥若蕾的房间，将滚烫的蜡油直接倒在她身上。第二天，神父把后妈叫到教会学校，后妈又趁机抹黑奥若蕾。Moi, je dis que quand t'as été conçu dans la boisson, ça te coule dans les veines à tout jamais. 而迂腐的神父默认了奥若蕾的原罪。回到家，后妈又把奥若蕾一顿好打，屋外的姐姐听到了，却不敢去阻止。后妈打完立刻去找爸爸，污蔑奥若蕾顶撞神父。Si on veut que mes enfants puis les tiens fassent juste une famille, il va falloir que je les prenne en main, moi. 爸爸立刻就信了。
本来想找爸爸求救的奥若蕾默默关上了窗户。这一天，后妈正在擦地板，累得不轻。可奥若蕾走进房间，却没和她说话。后妈勃然大怒，直接拿起一个带钉子的木板，一下打在她的腿上。这一次，奥若蕾受了重伤，下不了床，势必会被爸爸发现。连后妈心里也捏了一把汗。没想到爸爸一直没过问，直到第二天要全家出门，才不经意问了一句：“给我。”姐姐迫于后妈淫威，撒谎她生病了。爸爸不再过问，撇下奥若蕾继续出门。姐姐恳求自己留下来照顾奥若蕾，爸爸一挥马鞭子，带着其他人走了。然而奥若蕾消失了，出行计划被迫取消。爸爸驾着马车满村子开始找女儿。与此同时，奥若蕾一瘸一拐爬上了铁轨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终于，一辆火车呼啸而来，可奥若蕾一动不动。原来她要自杀。火车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最终在她面前惊险停下。奥若蕾被送回家，迎接她的是爸爸的一顿暴打。爸爸并不关心她腿上的伤，也并不好奇她为什么要寻死。好歹毒的后妈，故意给孩子吃发芽的生土豆，毒死一个；故意给孩子盖被子盖上头，闷死一个；还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瘸一个，坐等孩子感染而死。村里的治安官看不下去，想帮这个孩子，可他根本不敢说出真相。治安官只能警告后妈：奥若蕾捡回一条命。然而后妈根本不会放过她，只是行事更隐蔽。后妈偷了教堂的金子，却和丈夫告状是奥若蕾偷的。丈夫二话不说，立刻暴打女儿。等奥若蕾奄奄一息，后妈又拿着剪刀进去。第二天，后妈恶狠狠命令姐姐Marie-Jeanne, va chercher ta sœur qu'elle vient de manger. 姐姐上楼，这才看见奥若蕾一头漂亮的秀发已经被后妈剪坏。奥若蕾不想见人，可是不听后妈的话，下场一定更惨。她躲在姐姐身后，畏畏缩缩下楼，乖乖坐在椅子上。可是后妈还是没有放过她，她被绑在椅子上，后妈拿着鲜红的烙铁一步步靠近，嘴里还义正言辞地说 Parents leur donnent la preuve du véritable amour qu'ils doivent avoir pour eux. 最终烙铁狠狠落在奥若蕾身上，整个房间都回荡着她的惨叫。姐姐和弟弟被吓得浑身发抖，而不远处的铁铺里，爸爸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。虐待一直持续到天黑，奥若蕾歪在椅子上，已经没了惨叫的力气。一旁的姐姐失神地念着圣经，弟弟也瑟缩着说晚上吃饭时，爸爸终于发现奥若蕾没下来，后妈面上一慌，说她得了皮肤病。爸爸猛然起身，可最终他只是添了几把柴火，后妈终于放心。然而伤痕累累的奥若蕾一步步走下楼梯，她满眼泪水，祈求的、悲伤的、希冀的，死死地盯着爸爸。后妈立刻命令姐姐 Marie-Jeanne, amène ta sœur en haut. 所有人都在等待爸爸的抉择，而爸爸最终选择了沉默。姐姐只能上前扶着奥若蕾上楼，奥若蕾一步一回头，一步一回头。可恨这条路是那样短，她再次回到破旧的阁楼，躺在冰冷的地板上。楼下，爸爸气急败坏质问后妈：作为一个铁匠，他太熟悉了。这一刻，后妈终于卸下了所有伪装。Elle est aussi dure à élever pour toi que pour moi. La preuve, tu la frappes autant que moi que t'en viens jamais à bout. 爸爸瞬间哑火。是的，他贪恋美艳的后妈一次次纵容，一次次帮凶，终于到了这个无法挽回的局面。而楼上的奥若蕾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脑中一直在回想他和妈妈一起去找鸟的那个下午。直到清晨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在恍惚中，一只洁白而美丽的小鸟飞来，奥若蕾起身。与此同时，治安官没有放弃，他去找神父，神父不管，他又去了城里的警局。终于，他带着警察和村民冲进了奥若蕾家。然而，小小的人早已停止了呼吸。最终，后妈和爸爸被逮捕，治安官愤怒地朝着神父咆哮。这个悲惨的故事根据加拿大真实事件改编。讽刺的是，在真实事件中，爸爸入狱5年就刑满释放，还一次次给狱中的后妈写信，诉说对她的思念，期待和她团圆。后妈固然恶毒，村民固然麻木，神父固然迂腐，但导致悲剧的根源其实是爸爸。如果不是他沉溺于肉欲，一次次纵容后妈下手，悲剧根本不会发生。连村民都猜到了真相，他又怎会真的不知？只不过你永远也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。